各位同学，大家好。吃饱了，睡足了，就可以用功了。所以呢，我们生理的这个调和，这个身体的调和，在我们禅修的功课里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人他禅修或者是学佛了以后呢，就认为说不用管这个身体了因为有些同学认为无我了所以不用理他我只要拼命用功学佛就好了。可是呢，你的身体如果不行的话，没有照顾好的话，你用什么来修行然后你怎么样修行你们现在可以在这边打坐，最基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应该会有。如果你现在生病或者你们感染了，就不能来用功了那身体呢，如果是状况比较不好，像我们有些同学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在用功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多的这个不方便跟一些障碍。那如果我们身体呢基本健康有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到说要调和就比较容易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道气身体是我们用功的这个道气，修道用的这个工具所以我们要照顾好它。学佛的人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学佛的人禅修的人他都认为说这个身体无常的，生老病死，不要去理它，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在意它当然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你能够完全把它放下用功有一定的程度当然你可以做到。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有一个基本上健康的身体，然后在用功的时候提得起这个用功的这个力因为精进，我们要精进的话，精进也是一种力，要提得起来，那你才有办法来用功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不要掉入一般人的那种，或者是有一些学佛的人某一些方面的这种偏见这个也是一种偏见来的当然我们也学了佛以后，对身体基本的健康我们会重视，那我们重视它，我们去调和它，但是呢我们不去染着于它，这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身体基本健康，我们用饮食，用睡眠用禅修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运动或者是有一些调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身体的一种状态，比较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用功去修行但是不是叫我们说对这个身体呢过度的宠爱我们有些人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对这个身体呢过度的宠爱，然后呢拼命的找一些东西呢，或者是找一些外在的东西，想要说把这个身体呢弄得认为说它比较壮一点或者是比较能够有力量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偏见应用一些比较外在的，然后听信很多这种
奇奇怪怪的一种言论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疗法啊，这样用这个身体，那不需要因为你要玩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我们社会上看到的这些资讯没完没了的那我们饮食如果是照正常的饮食来处理，就很好了。你没有什么病的话，不需要吃药，你就不要找多的那些药来吃。不需要的话，因为药本来就是治你的病的，你身体好好的，有些人就找了一大堆这些什么营养什么之类的吃，这些东西过量了以后，我们讲过吗？过量了以后，你身体要把它排出去，反而更累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得注意，就是你不要走偏一边说，我什么都不要管它，反正就豁出去了，然后就任意让这个身体呢走向那个不健康的那个状态你不要偏这个，也不要过度的去染着于它，然后保护它就加很多东西给它，希望说它能够健康，然后又能够保持某种状态，搞不好还要长生不老的。那么这个不止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所谓的营养照顾你就是要让你说你的孩子1个月吃什么，2个月吃什么，3个月吃什么，半年吃什么，1岁吃什么，一大堆这些我们正常哺乳的正常，然后正常的一些用食物给他，顺着孩子的成长就好了。比如说过度这些太多的营养经常都是让你让你的孩子赶快这个脑这个成长快一点，到时候你就出现很多波动的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偏，我们走所谓的不偏不倚就走所谓的中道就是正常的方式，正常的饮食。如果我们用正常饮食的这个方式来调我们的身体正常的睡眠状态，不要刻意的不要睡觉，也不要睡不着的时候就担心也要吃很多药之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保持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就可以借用这个身体来用功修行。当然有时候你没有照顾好，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生病有很多原因的你要找到说它的直接的，或者是很多那种说确定是什么问题导致什么病，那个其实有时候也不容易的我们有些人身体健康的很好的，听说他才刚刚检查身体所有的指数都很 OK 的然后过2天他就走了，都找不到什么理由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以我们平常的方式把这个身体照顾好调好，用调和的方式把它调好睡眠有睡眠的状态，然后平时身体如果是有一些病痛，有一些病需要治疗，我们就去治疗也不用去逃避它，也不要去担心它然后然后就一定有老病或者老死老和病都是一种身体自然的一种现象来的重要是你的心要能够去接受这个事实。有病了，你当然要投医，但是不要乱投医，知道吗？我们有些人有点病了，急了，又说这个病如果病起来会短命或者是会生命危险乱套了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把身体弄得更糟糕。顺着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那个医疗的方法，正常的处理它，那就好了。能够医好，当然很好。那医不好的话，我们能够活着也是很好。那医不好，也活不下去了，也没问题啊。这本来就是每个人的终点来的嘛。我们的终点站一定是到这里的嘛，每个人都要走的嘛。只是你的来的早一点，或者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它就出现那个时间，所以早和晚也很难讲啊。因为有些人刚刚出世没几天他就死掉，他比我们更早，那不是要这样，但是呢就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知道调身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对身体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我们都能够通过佛法的修行，以佛法的正见来看待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身体的那种调和呢，它就有一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依据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心理的障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的问题跟身体有关系，有些人病了就有问题，有些人呢就一直每天担心，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晚上睡不好，每次担心睡眠的问题，然后认为自己失眠了，一定糟糕了，然后你越是这个样子，你的精神的状态就越糟糕，越不好。因为身体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的心理呢，心态呢，却把它看成是非自然的，或者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病态，所以不能够很平常的心态呢来看待它。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禅修也要建立的一种对我们身体对生命的一种理解。一种处理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把身体调好，让它有一个基本健康状态，就是身体就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用功比较好的这个大气修行用功的大气所以我们就调和它，善待它我们这个基本的调身的功夫做好了，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行，在这个智者大师教导我们的这个修行，所以他也注意到这个调身，然后调心。那么调身除了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在调身，就是这个进入到禅修的这种调身入境、止境跟出境3个时段这个老师都已经讲了然后怎么样把身体调好我们有一个姿势止境的状态，让自己本身在止境的状态中把身体调好，让身体能够慢慢的通过这个方法的练习很放松。这个是入境，或者是我们在止境的功夫里面调身。那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注重我们的饮食跟睡眠的调和。饮食跟睡眠的调和，它直接调到的是身体间接调到的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如果我们都做到了以后，进入到止境功夫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成为一个修道用的一种器具，我们去借用它把它调好，对于我们调心的功夫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调和很重要在我们用功里面很重要。